好像刚才没有见到我一样。哎，很开心啊！今年不用比赛当老友了，做脱口秀真好哈，年纪轻轻就可以倚老卖老啊。我和付航今年迭代了去年的老友啊，去年的老友庞博横向调动为主持，去年的主持喜提毕业啊，脱口秀也搞降本增效了啊。老友的作用呢，其实就是稳住老观众，衬托新演员。托举他人，献祭自己，老友记嘛。所以大家能听得出来啊，现在的出梗已经有一些调皮了啊，这就是我今年的喜剧风格啊，笑不死风。啊，我就会讲那种观众会笑，但又不至于威胁你们生命安全的笑点。你们听完之后，统一的反应都是哈哈，笑不死。当然。如果我这么控制还是太好笑的话，那就说明姜还是老的辣。要是真不好笑的话，那就说明姜来是你们的辣。脱口秀比赛好啊！我们每年来这里，带着自己最好的段子啊，最大的野心和最严重的心理问题，一顿厮杀，最后只有一个人会含笑上岸。而其他所有人都将大获失败，或者小获一些不为人知的失败，就是那种啊，你还上过节目啊的失败。哎，太残酷了啊！残酷的就像这个世界上其他任何一个行业一样啊。但人呢，又没办法不比，就连我们今天能坐在这里瞎比比。那都源自于当年我们在爸妈的身体里拿了那次游泳比赛的冠军，那是我们第一次拼命。你当时游完了，上岸了，以为完事儿了，一抬头发现，哎，人生是铁人3万项，在羊水里的日子都是海选，一出生恭喜你获得了参赛资格啊！我第一次接触到看看别人家孩子这句话，当时我只有1秒大。我出生的体重5斤2两，隔壁床的孩子8斤4两。我妈当时看着我说：“咦，这孩子怎么缺斤少两的？”我爸说：“哎呦，是不是没生完？”除了跟别人家的孩子比哈，我是家里的2胎，从小我还得跟我哥哥比啊。小时候我家里所有人都会夸我哥，说这孩子聪明，就是调皮，夸我都是这孩子踏实。就是踏实，踏实这个词一听就脑子不太好使，并且小腿很粗的样子，确实是这样。踏实这个词啊，从不单独出现啊。从小我就知道，踏实肯干懂事是我的核心竞争力。小时候上山砍柴，我哥非要不走路，他非要我奶奶背。我奶奶看着我，我说我不用背。我奶奶说小鹿真乖，比你哥懂事。于是我奶奶背着我哥，我背着柴。我好开心啊！我赢了啊！我既懂事又有柴。哎，我奶背人，我背柴，我哥好惨，人财两空，笑不死。作为一个踏实孩子，我确实很肯干。但我今年在干完60场专场之后，我的嗓子失声了啊，说不出话了，跟今天的付航一样，被命运扼住了喉咙。我当然也没有这个备用的嗓子嘛，所以我只能取消了演出，在家闭麦了10天。那个感觉怎么说呢？无语了，大无语事件。我无语之后呢，我妈这辈子第一次对我进行了正面管教，她跟我说。你不要再拼了，你已经很棒了。哟，天哪！突然听到这句话，东亚小孩，我的天都塌了。哎，你已经很棒了，在我听来就是，虽然你没有获得更大的成就，但你这辈子就这样了。这是人说人的话吗？这不是我说我家狗的吗？啊，没有在沙发上尿尿，你已经很棒了。你才已经很棒了，你们全家都已经很棒了。
这才哪到哪儿啊？哎，我妈吓得我都开始反省了。我想呀，到底是什么事情让我的父母突然放弃了我？是我哥突然出息了吗？也没有啊。我赶紧回复我妈，我说妈，我还可以更好的。我妈秒回我说也是。啊，你现在生个孩子比啥都好啊！你看你哥啊，书读的不多，但现在2个孩子都这么大了。我说我看我哥啥，2个孩子都是我嫂子生的，你带的，我看我哥过得有多爽。我妈说：“呀，这你跟你哥比啥？”哎，又不让比了。你发现啊，父母这个评判标准真的是说变就变。小时候跟你说好好读书比啥都强，现在跟你说生个孩子比啥都强。以前跟你说人这辈子得做点事儿出来，现在跟你说人这辈子得做个人出来。2个更好啊，3个最佳。我不是不想做人，我只是不喜欢别人教我做人啊。我现在确实也想生小孩了啊，但我想生小孩不是因为我觉得生个孩子比啥都好，而是我觉得生个孩子怀着孕来比段子比啥都好。哎，你想一下，如果我能怀着孕来比赛，那简直是喜剧之王炸，对吧？比好了是带球过人，没比好那是其他演员没有素质。不给老弱病残孕让位啊！但是啊，我一直都没有怀孕啊，看来我的孩子不想为喜剧而生。我办的游泳比赛没有人下水啊！我现在突然意识到哈，怀孕本质上就是一场服从性测试，只有那种在娘胎里就想比的人才会出生，一出生就被比，所以叫 baby。现在知道我优化掉哪位老友了吧？王建国的大业后继有人了。其实我今天想说的就是，生而为人，就说明你天生爱比啊，爱比不是病，想赢不丢人。你不是好胜心重了，你就是 DNA 动了啊！咱们爱比就多比啊，都别装不比哈，最烦装不比的人了。好，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宋万博。今年我的人生取得了重大突破，我找到了女朋友。我是在交友软件上找到的。说实话，一开始有点犹豫，因为我一个朋友跟我说不要用那玩意儿，上面男男女女都可乱了，不是啥正经地方，你别下载。我下载了。使用感受怎么说呢？就一个男生啊，一个男生，如果你不是特别帅的话，你是感受不到乱的。我用了1周，这哪乱了？挺正经的呀，我都加了一个考研群了，每天打卡背单词。我跟我朋友说，这跟你讲的不一样。他说有没有想过是你的问题？我说是我不好看吗？他说难看。就你长得太正了，你特别像我们教导主任，不想找你谈恋爱，只想找你背单词。我说你说这个简直荒谬啊！他说对 ，ridiculous。哎，我平时背没这么顺呢。还有你长得有点朴实，我最烦朴实这个词，因为朴实意味着土。每次有人说我朴实，我都会想起一个山村老大爷捧着个筐子，水果滞销，帮帮我们。我想谈恋爱，帮帮我吧。但我得承认，虽然我长得朴实，但我心里并不朴实。我不是我这张脸的人，只是长成了这个样子。我就这么说吧，很多男生心里头都住着一个渣男，只是被他糟糕的外表锁住了。当然也有些没锁住。我坦白说，我在交友软件上，我看过男生。我想法很简单，我就想看一看是谁在乱，谁有资格乱。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个20左右的男大学生，他照片一般是在卫生间的镜子里，拿着手机对着，
另外一只手把 T 恤撩起来，塞自己嘴里。坦白说 ，T 恤我也有。但我差的是 T 恤吗？我要是把 T 恤撩起来，特别像30天减肥的第一天。有些人会问，在交友软件上什么样的人会受到欢迎？长得帅的人。有什么疑问吗？长得帅的人在哪都受到欢迎。我当过帅哥。我不帅，但是我当过帅哥。我就是当过。就去年，我大姨来北京了，当时我还没有女朋友，她问我有对象了吗？我说没有，长这么帅没对象。这句话暖了我1整年。我6岁那年，她也这么夸过我，暖了我30年。去年到期了，又给我续上了。我衷心希望我大姨长命百岁。但我真正体会过帅哥待遇是20年前了。当时呢，我是一个转校生，高中嘛，而且20年前流行一部偶像剧叫《王子变青蛙》，有人说我像那个男主角明道，还有人说我像阮经天。像不代表帅，像2大帅哥却不帅，感觉像是集2大帅哥缺点于一身。但在我们学校传遍了，还有一个 slogan 说台湾省2大帅哥强势登陆河南。会有女生手牵手来看我，你能想象他们希望有多大，失望就有多大，一失望就会撒气儿。一般是练体育的女生打头阵，一脚把门踹开，那个像明道的人出来，我看一眼。像个屁呀！我说不像明道，也不能像那个吧。这还只是轻度的，中度的一般发生在课间的时候，我喜欢趴桌上睡觉，更增添了神秘感。想象一下，转校生，教室的后排，课间喜欢睡觉，符合校园帅哥的一切设定，就差帅了。会有女生头从那窗户那都钻进来了，就抬起头，我看一眼，我看一眼，看。我谁把气门芯扒了？这还只是中度的，重度的一般发生在放学的路上。放学路上，我走着走着会突然听见后边有女生冲到我前面，这样。她的闺蜜，帅吗？关键是我知道谁惹谁了。但我也不怪他们，我觉得要怪就怪那个第一个看完我失望回去那个女生。你失望的回去了，你也不告诉别人，感觉我被全校的女生都骂过了，对吧？她看完丑死了，一点都不帅，丑死了。别人问长得怎么样，我觉得还可以。这不是我喜欢的类型，你们去看吧，没准喜欢呢。丑死了！后来我打听了一下，是谁在造这个谣说我们班有一个女孩，她特别喜欢看偶像剧，当然她只是说我长得像，但是造成那个后果，我要报复她。我报复她的方式非常极端和残忍。我说她长得像刘亦菲。你们可能不太了解，20年前刘亦菲在男生心目中是什么地位，相当于20年后刘亦菲在男生心目中的地位就没变过。我也让你尝一尝被大家轮番唾骂的滋味，但我忽略了一点，就是这个女生啊，首先人家底子好，其次呢，就是当时男生的审美呀，很容易被舆论操控。看着看着自己信了，还真有点像。从此有一个新的谣言产生了，
说高2 6班呀有一对金童玉女。明道和刘亦菲，刘亦菲不错，明道有些 ridiculous。那就说到这里，感谢各位。你们好，我叫徐指导。今年是我第一次参加节目。我来的时候选战队队长的时候，我选了一个我非常喜欢的演员当队长的第一志愿，就是刘洋教主。因为我很希望跟他能一起在那里并肩作战，并肩作战了15分钟，被打下去了。我本来想让队长好好领导我，我现在想办法捞块牌子捞队长啊。我从小是家里老人带大的。我对我的爷爷评价一直都挺高的，我觉得我的爷爷姑且可以称之为是个慈善家，就主要的这个慈善方向是这个缅北这一块就我的爷爷在被诈骗这一块就是天赋异禀，可以说是老天爷骗他饭吃，因为他身份太特殊了。我的爷爷是一个专攻于草书的书法家，名字叫徐德伦就如果你们真的好奇的话，就等下演完出你们可以去搜他。但是你们不要去骗他，因为我马上就要讲到别的骗子是怎么骗到他的，这些都是吐槽我爷爷，不是跟你们介绍我爷爷的使用方法。因为我爷爷是一个民间老艺术家，他很渴望自己的作品能够被大家认可，骗子就会拿捏这个心态。比如我爷爷经常会花重金买回家里一些你一听这个世界上他就不该存在的奖项。前段时间家里多了一个奖状，叫中华书画4大魁首，上面4个头像：徐悲鸿、张大千、齐白石、徐德伦。4个头像。就1个彩色的。今年我过年回家，饭桌上我的爷爷非常开心，说一家人都回来了，想开瓶茅台。我说爷爷，咱们都自己家人，没有必要喝这么贵的。只见我爷爷大手一挥，掀开帘子，里面露出了一箱长得像茅台的酒。我说爷爷，咱可都自己家人。要不稍微喝点贵的。我爷爷拿出了其中1瓶假茅台，各位，我看了一眼那个假酒的包装，我就明白这个骗子有多么懂我爷爷。就那瓶假茅台的包装正面跟你们见过市面上的真茅台长得一模一样，完全正常。它的背面印刷着一整套的这个徐德伦草书作品。我说你俩啥时候联的名啊？我爷爷说刚开始合作。主要是人家对爷爷这个草书作品的认可，这1箱酒茅台12瓶，人家卖我328。我说这茅台2000块钱1瓶的酒，怎么印上德伦草书跟散白一个价了？这是对你德伦草书怎样的认可啊？这德伦草书可太牛了，帮家人们把价格打下来了。我不想伤他的心，我还是陪他稍微喝了一杯。就朋友们，我平常也是喝过点白酒的，但我真没喝过假酒。假酒那个味道和口感，我当时尝了一口，我说怎么这个封面上这个草书它是渗进去了吗？茅台啊，我第一次喝出了墨香型。我爷爷还让我评价，他说孙子，你看爷爷这个草书在酒瓶子封面上写的怎么样？我说爷爷，从味道上来看，你写的绝对算是入木3分了。但是从内容上呢，我认为一个茅台品牌的酒是不该允许你在上面写这个牧童遥指杏花村的。骗子是越来越猖獗。2023年，
我的爷爷在老家接到一通电话，表达了对他书法作品的肯定，说希望我的爷爷可以交点报名费去北京写书法，要炒作他。于是我的爷爷，一个退休30年、一辈子生活在辽宁省的一个传统东北体制内老干部，在自己84周岁那年，毅然决然决定北漂。我说我是听说人这个73、84有那么2道坎儿啊，但我没想到84这道坎儿能迈得这么的宏伟。就徐德伦先生在他84岁要迈的这道坎儿叫山海关。我当时还在北京读研，毕业季正在找工作，不是很顺利。我刚失败了一家单位的面试，我回学校的路上，我爷爷还给我打电话说：“孙子，那个爷爷在北京找了个工作。”我说：“你春招比我还顺利呢。”那个你毕业先不要着急找房子啊，我准备上北京跟你合租。我从老家多带几瓶酒过来，咱俩天天下班一块儿喝。我说有点分不清哪句话更吓人了。我从来没想过这么个结局。我从辽宁省我考来北京大城市，我好不容易找了工作落下来，然后跟爷爷合租。这是不是太绝望了？在大城市跟爷爷合租，在大城市我白天不是已经当过孙子了吗？啊！跟爷爷合租，各位你们有人跟爷爷合租过吗？你都没法跟你的合租室友拎着合租室友之间该立的合租规矩啊，用到爷爷身上太不合理了。你说那个爷爷啊，咱俩不能用同一个 WiFi 啊，咱俩上厕所得排队。还有最重要的，未经我允许，你不能私自带我奶奶过来过夜。但我尝试稍微理解了一下我的爷爷，其实老年人希望自己有价值。我爷爷就是很希望努力能让自己的作品火，想挣点钱给我买房子。但他现在在他这个方向，就是越努力，我离买房越远，我离合租越近。骗子最过分的就是这点，他会利用老年人的这种亲情。他那个骗子直接就跟我爷爷说，只要你愿意来北京啊，把这个钱交了，我就会炒作你，将来你1平尺的书法作品就能在北京买1平米的房子。我爷爷听完，现在拿着那个笔和纸就要来给我弄套房子。上一个这么有底气的书法家呀，叫神笔马良。我说咱是不是太敢信了啊？1平尺好几万，你按他这个说法，我爷蹲地上在那写比印钞机都快。我爷就鲁迅笔下的老黄牛不过如此了，喝的是假酒，写的是真迹啊。你感觉宣纸想升值都该给我爷爷用，蔡伦造纸就是为了德伦用纸。上周我跟我的爷爷说，我说有一个单口喜剧的节目找我，我下周准备去一趟上海，我准备带着你的名字上节目，争取咱爷俩起码火一个。我爷爷听完笑了，说你是不是叫人骗了？家人们，谢谢各位，谢谢你们。Hello， 大家好，我是杨宇。去年录完节目之后啊，我确实变化还挺多的。现在已经开始有亲戚找我办事儿了。我上个月突然接到一个电话，跟我说：“翔宇，你表哥被抓了。”我一问，说是因为我哥开店不小心收了一笔诈骗的赃款，要配合调查，现在被抓到了上海，联系不上。然后问我说：“翔宇，你看能不能找个人去看守所把你哥弄出来？”我听完直接懵了，我上哪儿找人去？我在上海认识的全是脱口秀演员，屁用没有，只会幽默。我要是问他们，你们有什么路子能去看守所吗？说咋的？你想去看守所演出啊？那你去不了，那里明星太多了，你咖位不够。我实在不知道咋办，我就寻思帮我哥找个律师，但你也不知道上哪儿找，就打开了大众点评。哎，大众点评真的有很多律所，但那些好评你也不敢信，就跟饭店一样，很多好评一看就是刷的，说这家律所位置好找，不用排队，判的死刑立即就执行了。而且选择一多吧，你就会想找一个最划算的。我最后给我哥精挑细选了一家4.7分的律师事务所，
团了一个3.9块的刑事辩护套餐。现在想想真的荒谬，穷病乱投医呀！3.9块的刑事辩护律师能干嘛呀？法官说无期，律师说行。我哥在那儿，我到底犯什么罪了？贫穷。后来我哥当晚就放出来了，但这个事儿对我冲击特别大。就是我本来以为我能不用搞关系、找人情，靠自己就能生活下去，但其实我靠的就是啥事儿上网搜。你说亲戚问我翔宇，你在上海有人吗？我说我有人工智能，有问题找夸克。夸克 AI 超级框，啥都能回答，就是搜商高。亲戚说翔宇，你要不先搜搜怎么提高情商吧？其实从上大学开始，家里亲戚就会说，你出门在外，以后工作要靠人脉的，要多和那些比你厉害的人来往。但是比我厉害的人凭啥跟我来往？不都说人脉的本质是资源置换，人图我啥资源啊？图我网盘资源。我直接给爱奇艺 CEO 发私信，我有影视资源要跟你置换，我拉你进资源群，你让我进娱乐圈，感兴趣出来吃个饭，我还有海底捞大学生优惠。但是我现在能意识到吧，有些事儿你只靠自己确实很难办。我去年刚来上海的时候看过一次病。就我脚这里烫伤一块，然后一直化脓不好，你上网查贼吓人，是会发烂发臭，然后截肢。但是有烫伤科的医院呢又特别少，我一看号至少要等1个礼拜，我说那不用看了，直接截肢吧。喜剧之王单脚记。然后我找了半天，发现唯一能挂到的就只有那个特需门诊。他的意思就是你不用排队了，但是同样的医生，你直接挂50，特需门诊1000。我说，哎，这怎么医院还有迪士尼速通卡呢？我要不还是排队吧。我就发现人在财力有限的情况下，你哪怕是看病，也会下意识考虑性价比，就真的要钱不要命。身体的事儿不着急，不就是排队排到死吗？至少能玩上1个项目吧，飞越太平间。然后我就问我上海的朋友说，怎么看病能更方便一点？他们就跟我说，那就找人呗，我不用排队，我哥是肿瘤医生。我说那你天天得肿瘤？他说不是，我哥会带我去其他科室再找人，那医院也是小社会，能关照的地方肯定会优先亲友嘛。为啥是亲友优先呀？不应该是 IC 优先吗？以前也没人教我这些呀，我只知道学医救不了中国人，不知道学医能救自己人呢。难道医学生宣誓仪式的时候问咱们为什么献身医学？为家人谋福利。我说实话，我也不怕你们笑话，就是我以前觉得我不想搞关系，是因为从哲学上讲就是人想要公平，那我自己也得先做到吧。那这样我就算过得再差，但我至少是个好人吧。但我现在觉得这不就是精神胜利法吗？就啥都没有，但是贼有态度。因为你现在想要过得好，你要么就有关系，要么就有钱，但我就是2样都没有，空有一身正气。但是嘴硬，我没钱，也没关系，都没事儿，好人一生平安。谢谢你们，我是翔宇。哎呀，这1年来呀，也是红气养人了。确实啊，今年又来了。我在去年的节目当中呢，就是表现出色。
这个不是我自己说的，是我问了 AI。去年我上完节目之后呢，好多人夸我，还有人跟我说什么女孩子是世界上最美好的生物，女孩子都香香软软。我个人不太喜欢这种说法啊，因为我觉得我们女孩子是各种各样的，为什么一定要香香软软的，对吧？对啊，我们又不是什么法式小面包。但是直到最近，有一个零食品牌找我直播，当时真的没有忍住，我说我就是小面包，我香香软软，可能因为我太谄媚了吧，最后没有接到这个商务。上完节目之后呢，好多人说记住了我的自信，还有一些姐妹跟我说很羡慕我的天生自信。哪有人天生自信啊？咱们从来没有见过哪个医生在产检的时候指着那个 B 超单说：“哎呀，你这个小孩啊，先天性自信呐。”然后等这个小 baby 在产房里面出生的时候，他就做自己。我是从小到大都很胖的，所以我不是天生自信，我就是天生胃口很好。哇，真的，我的胃口好到什么程度？当我第一次听说开胃这个概念的时候，大为震撼。我说啊，胃还有闭上的时候呢？你们还得叫他开门吗？你们怎么叫啊？你说喂。给胃叫生气了，胃说第一。谢谢你们喜欢这个梗啊，这个确实是我今年写书最喜欢的一个梗啊，没有任何原因，就是荒谬啊。我以前其实都很自卑的，我最自卑的时候是青春期，因为初中的时候特别喜欢把班上最胖的女生和最胖的男生拉郎配。对吧？初中都禁止早恋，而我在包办早恋。我跟那个男生啊都没有说过几句话，我们两个人不敢，因为我们但凡有一点互动，其他人就你看，真是天造地设的一大堆呀。真的，现在回想起来，我们两个人当时特别像那种被强制营业的 CP， 我跟他都想解绑。但粉丝们不同意。我跟他想解绑有一个方法，就是有一个人呢要瘦下来，但我瘦不下来，所以他必须给我瘦下来。到后面我疯了，我看见他坐在那儿我就生气，我说你运动啊，你跑步啊，你再不跑我就追你了。你不跑我就追你了。同学听到磕疯了，哇，他逃，他追，这一大堆，好，都懂啊，都是磕过 CP 的人。但这个说实话不是我当时最害怕的，我当时最害怕的是体检称体重。都懂啊，因为我每次围着上那个体重秤啊，好多男生围过来起哄，那个场面万人空巷。那会儿就已经像女明星了，但其实那个体重秤更像女明星。我像她的保安，因为是我在，别看了，走，我们称老师不拍照。这就是我的青春，所以我当时真的看不了一点青春片，因为你们那些女主角啊，要么天生大美女，要么丑小鸭逆袭。一个能代入的都没有啊！你们看过《初恋这件小事》吧？对吧？它讲的就是女主为了男主一路逆袭的故事。但你们可能忘记了，女主角有一个胖胖的闺蜜，她也有自己的 crush。我当时带入她看了半天，结果看到她一直在帮女主追男主，我真是恨铁不成钢。我说小胖龟呀！你
你就没有自己的男人要操心吗？后来那个女主角啊，她不是丑小鸭逆袭变得很漂亮了吗？好多男生都很喜欢她，结果小胖龟还是黑黑土土的。我当时真的很生气，我说我们不是闺蜜吗？你美白不叫我，学化妆不叫我，哦，吃饭你倒是叫我了。而且你还不吃，能不能管一下我们普通人的死活好不好？哎，能不能给我们普通人拍一个青春片啊？真的，能不能至少给我们造个梦，对吧？如果让我拍，我就拍里面那个女主角，她也胖胖的，什么都没有，但她就是很自信，因为她身边的人都很正常友好。比如说，当女主和班上最胖的男生走在一起的时候，其他人只会说：“哎，你看，真是一对普通的两个人啊。”当女主体检称体重的时候，围过来一圈男生当她的保安，说谁都别想看她的体重。旁边医生说：“啊，我也不能看吧。”当女主因为有了 crush 开始身材焦虑、饿到晕倒的时候，闺蜜递过去一个小面包，说美的没有天花板，你看你多香香软。而且为了男人不值得，因为没有4菜1汤的爱情，就像一盘散沙，风一吹就不好吃了。我朋友听了我的这些设想啊，他说你说的这个不是青春片，是舌尖上的中国。不得不承认啊，姐妹们，目前的环境催生不出来这样的青春片。所以真的，如果你们觉得自己不够自信，你就装，你们别管，你先装他一个疗程的。如果你实在不会装，你现在在兜里装一个 vivo S30，等一下哇 ，Live Photo 神器。拍出鲜活的自己，好好看看你们自己到底有多美好。事实证明，谄媚是可以接到商务的。而且我们仔细想，你装自信没有任何损失，哪怕有人过来问你说你凭什么那么自信呢？不要理他，掉头就走，因为你确实不知道为啥。就像我也不知道以前为什么要自卑一样。谢谢你们。谢谢。大家好，我叫小海，谢谢。我是一个兼职脱口秀演员，我现在业余时间还有一份全职工作。我在我们公司是总监。对。在公司基本就属于中层。还有一个老板，一个下属，没有同事。就这老板还要天天开会跟我们讨论公司未来的发展战略。公司一共3个人，啥战略？一会儿排成人字，一会儿排成一字。我们公司真的特别小，有多小呢？我们租那个写字楼以前是个酒店，我们公司就是个标间儿。而且它该有的没有，不该有的却有很多。我们公司没有打印机，却有一个浴缸。浴缸里还堆了很多杂物，什么吃的喝的。有一天客户来了，老板当着他面跟我说：“你去浴缸里给客户拿点水。”前2天我下属还辞职了，我们公司连群都没有了。现在经常有人问我，你说脱口秀不怕老板知道吗？我不怕，因为你看我有2份工作，我们老板有4份。一个公司2个人6份工作，我们公司就业率300%。你要想实现就业率100%，还得雇4个街溜子。我们公司就我一个全职员工嘛，前2天老板又雇了个兼职，是兼职 CEO。
听说过吗？兼职 CEO。你们哪个公司 CEO 年薪是日结的？平时我都不太敢给他打电话，因为害怕他还有什么别的兼职。我怕我打电话，我说老板有个文件需要您签字，老板说一会儿签，等我送完这单。不光公司奇葩，老板还经常跟我提很多奇葩的要求。哎，你们能相信吗？前2天我老板让我值日。我说值日是不是应该轮流值日？我没见过谁一个人值日，一个人那就不叫值日，一个人那就叫保洁。我现在都害怕，我以后去面试，人家问我有什么工作经验，我说打扫过标间儿。就经常跟我提很多奇葩的要求。前2天又跟我说，你以后每个月要读一本书。哎，你们发现没有？老板只有在这种没有用的事上跟你提的要求才特别清晰，正经工作上的事根本就说不清到底让你干啥。你看，每个月读一本书，非常清晰可量化，然后一到工作就跟你说，把这个弄一下，把这个弄一下啊，朋友们，你真的很难听到人类说一句话，主谓宾都不知道是啥。把这个弄一下，谁弄一下？把哪个弄一下？什么叫弄一下啊？就这句话，老板可以让我干任何事儿。老板就算让我杀人都可以说把这个弄一下。然后前2天老板又要给我降薪，他居然跟我说你去起草一个自愿降薪协议。我说怎么你要给我降薪，协议还得我自己写啊？你要勒死我麻绳还得我自己编？你这是相当于潘金莲跟武大郎说大郎煎药了。而且什么叫自愿降薪啊？我可太愿意降薪了，我都是想找老板谈话。我说老板，我来公司这么久，也该给我降薪了吧？现在好几个猎头联系我，他们给的比你少多了。我可太愿意降薪了，我过生日许愿都是升职降薪。我看网上有人发帖又降薪了，我赶紧在下边接。然后前2天老板又要给我降薪，这一次他居然要给我转成兼职。我说我不缺兼职。然后他跟我说了一句话，我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霸道总裁。他跟我说，虽然我给你转成了兼职，但我希望你不要有别的工作。我说怎么，您还要给共享单车上锁啊？不过降薪也有一个好处，我发现老板跟我说话都客气了很多。以前老板就是跟我说你这个不行，现在跟我说你这个不行哈。我说那不行的话，那你把这个弄一下。哎呀，但是我也没有其他的办法。老板给我降薪，我就只能把老板写成段子；老板给我降薪，我就给你们带来欢笑，这就是降本增效。谢谢大家，我是小海，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陈明飞啊，我现在是一个大学生啊，今年大2，现在心情怎么说呢？就是马上有期末考试了。我念的是中文系啊。我发现有时候我很难跟人解释说我们这个专业它究竟在学什么。就有一次我印象很深刻，我坐火车上学嘛，路上很无聊，有一个阿姨就说：“小伙子，你大学学什么的呀？”我说：“阿姨，我学中文的。”阿姨说：“那你学的挺快呀。”我说阿姨，我是中国人啊。我在我们专业，说实话，待的没有说特别适应啊，因为我们专业是一个就是女生比较多、男生比较少的一个专业。
我记得有一次我参加学校举行那种跳长绳比赛，进了我们队的微信群，发现就好像只有我一个男生。那天体委在群里说的是老婆们集合了。我说这儿还有一个人类呢。体委可能没反应过来啊，说别人都没意见，怎么就你有意见？但后来那天活动现场，他发现确实是有一个男生啊，所以那天我们夺冠之后，他发的朋友圈里就表现了对我的尊重。他说我和老婆们和陈明飞取得了冠军。感觉我像他们养的一条狗。我念中文系就是想学习写作，写一点真正好的一点作品。但上了大学之后，老师跟我说，一个作家想写出那种真正好的作品，应该要先过30-40年苦日子。我说这是不是有点太久了？你说我万一好不容易熬了20多年苦日子，然后突然死了，那我这辈子不全是苦日子吗？就你不要跟我提什么卧薪尝胆的勾践，我知道这个听着很励志，但我觉得他励志就是因为勾践当年成功。他要是尝了3年胆被夫差灭国，那他在历史上就是一个沉迷尝胆。导致亡国的变态了。不过我还是一个比较实际的人啊，我也焦虑过，说我真正能写出好作品之前怎么赚钱养活自己。我甚至考虑过转专业，但我后来转念一想，自己在老家有一群爱看霸道总裁爱上我的朋友，我心想这群傻帽的钱哥们还是能挣的。一个作家这么一个几千年的行业，它能有什么问题呢？然后我大2那年呢 ，AI 会写小说了。我当时的感觉就像，我感觉自己像那种晚清刚进宫的太监，一个阉人。就是我准备工作刚做完，发现行业消失了。我当时感觉自己被时代所欺骗了，因为我印象很深刻，我报志愿那会儿，全网都在告诉我，文艺就是人类面对 AI 的最后一道防线。我说怎么2年就被打爆了？你 AI 用的不是 C 语言吗？怎么先把汉语言取代了？你这个 C 该不会是 Chinese 的意思吧？我很痛苦啊！我去问做 AI 的朋友，我说你跟我说实话就行，我们做这种行业会不会被 AI 取代掉？我朋友跟我说以后说不好，但现在不会，因为 AI 刚开始学写作，它短期内比不上你。我说这怎么可能安慰到我？我也刚开始学写作呀。我跟 AI 同时开始，你猜我俩谁学得快一点？该不会是我吧？很难受啊！我去年年底参加了一个大学生的短诗创作比赛，发现有个赛道已经叫 AI 赛道了，要求我们的作品展现出那种人机协同的美感。我说人机协同，我小时候不是管这玩意儿叫作弊吗？我记得我小学那会儿看着有同学考试那会儿拿手机搜题，人机协同，轻轻松松拿高分。我辛辛苦苦做半天拿个中等的成绩，我都安慰自己，我说陈明飞没事，你现在累了一点，但你培养了能力，长大你比他们强。长大发现人机协同才是真正的能力，就感觉像另外一个版本的卧薪尝胆，就是勾践尝了3年胆，发现夫差让别人消灭了。人轻松了，苦白吃了，在历史上还是一个沉迷尝胆的变态。我当时就感觉相信了很多年的道德信仰就是崩塌了。我去听了我们学校一个 AI 应用伦理的讲座，那个讲座上老师就明确说了，你用 AI 帮你写小说、写文章、发杂志肯定是不对的。我说哦，至少还可以，至少象牙塔还支撑着我原来的道德观念。
那天有一个提问环节，有个学生问老师：“我确实没有用 AI， 但很多周围同学都在用 AI， 我不用我不就比不过他们吗？”我心想，老师这个人意志太不坚定了，你赶紧说他骂他，点醒他。老师说：“咱们先把后面的摄像机关一下。”老师跟大家分享一点真东西呀。老师说，这个 AI 刚开始发展没几年，很多相关规定都很灰色，所以老师觉得吧，只要没人管，你就随便用。我说什么？我拿你当教父，你跟我玩碟中谍？哎，那我刚刚辛辛苦苦那1个小时听的是什么东西呀？是用来解锁正文的广告吗？我那天明白了一个道理啊，我感觉就是伦理道德这个东西啊，它就很像摄像机，它能约束人性的丑恶，但也能关。我现在感觉自己就是，我明白 AI 是好东西，我知道它是时代在进步，科技在发展，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但我不在车上。我感觉我像那种电车难题里被捆在铁轨上的那个胖子，就只不过时代的电车不会遇到难题，就可能有列车员通过监控看到说列车长前面好像有点人，咱要不要停下来等等他？列车长说就那么几个人，你把摄像机关上不就好了吗？就看着那个车越开越近，我旁边的朋友就会问陈明飞：“咱们现在怎么办？”我说：“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他说：“那我先上车了。”人越来越少，我看着电车过来，我也很害怕。我就躺在那儿，我说：“等等，这儿还有个人类呢。”他说：“别人都没意见，怎么就你有意见？”谢谢大家。好，大家好，我是二维码啊。我有一个儿子，5岁了，最近不太喜欢他，因为他非常的肥胖，咱也不知道为什么。啊，你们挺道德感挺差，你们啊。哎，我这样想啊，朋友们，不是我胖，我儿子就活该得胖。我胖是因为我有不良的饮食习惯，而我对我儿子的饲养非常的科学。他上幼儿园之后就住在我妈家，周一早上起来，我妈给他做好了早饭，他吃完了早饭送去了幼儿园，我就知道了这个人呢得吃早饭。到我单独带他，我就带他出去吃早饭，我每次都确保他吃的一口都再也吃不进去了，把他送进幼儿。哎，我觉得我是一个就是有责任感的父亲。我这样做2年多的时间，最近他上幼儿园大班了，我偶然的得知他们幼儿园呀有早饭。我说完了，你知道你做的多可怕的事情吗？当一个人从3岁开始，每天吃了早饭就去幼儿园，到了幼儿园就吃早饭，就会在他脑海中种下一个坚定看法，说这个人呢就得吃2顿早饭。当你有了一个儿子，你就会发现事儿太多。那天我回家，我发现我儿子在幼儿园让人打了一顿，啊，这是很多男人不能接受的事情，这是他们人生的底线，但是我可以接受，因为我觉得我儿子嘛，他毕竟不是我本人。别人打我本人，那是我不能接受的事情。但打我的儿子，对我来说只不过是一个令我难以接受的事情。我花费了一些时间接受了下来。我说那明天我送你去幼儿园吧，你别让人打一顿，你不敢上幼儿园。他说明天不用上幼儿园了，因为老师说他受伤了，得在家里边歇2天。这是我不能接受的事情，这是我人生的底线。我作为一个5岁孩子的父亲，我对他唯一的要求就是给我尽可能多的去上幼儿园。朋友们，世界上为什么会有幼儿园？咱们花那么些钱去雇佣一个机构，当然是让他们去干那些咱们自己不爱干的工作。我要是特别爱带孩子，我儿子能上幼儿园吗？哎，朋友们，而且孩子需要幼儿园吗？孩子需要父母，是父母需要幼儿园。
现在幼儿园太膨胀了，没事就给你打电话，来个电话说冯先生，您儿子在我们幼儿园有点流鼻涕了。我说那回家就不流了呀啊！哎，我想不通啊，幼儿园为什么会觉得我就急需一个流鼻涕的孩子呢？我要是能选择，我会让我儿子把他一辈子的鼻涕都给我留在幼儿园。晚上回家的时候，还给我一个鼻腔干燥的儿子。在其他的消费活动中，商户是不敢对咱们如此无礼的。我送一件衣服去干洗，他不可能洗吧洗吧给我打电话说冯先生，您这个衣服洗呀洗呀丢颗扣子，你快拿回去吧，再洗就没有扣子了啊！不可能，他得把我的扣子找到缝回衣服上，洗好了我拿家来，这是他们收的钱应该提供的服务。幼儿园也是一样，我理想中的情况是幼儿园给我打电话说冯先生，您儿子在我们幼儿园有点流鼻涕了。我说好，那如果我儿子下午的时候止住了鼻涕，他晚上就能回家。如果他下午没有止住，您就得给我一直带。幼儿园那边的麻爪的说什么？您儿子流鼻涕流得很严重，我说我送去时候可不流啊。我送去时候是一个好孩子，是你把他玩坏的，你就要负责修理。幼儿园那边还想狡辩，我直接就把电话一按，电话卡拿出来掰了，家里边房子一卖，让幼儿园再也无法得到我的音讯。园长这几年得带着我儿子求医问药，把他恢复正常了。同样的是，就同时间，我在我自己家小区楼下吃完了晚饭，拉着我女儿的手，饭后散步，会偶遇同小区的家长，他们会问我说：“哎，冯先生，您儿子呢？”我说：“我呀，没有这个东西。”谢谢大家，讲到这儿，谢谢大家，我是二维码。大家好，我叫贾德玉，我现在在读博。我在新加坡读博读了很多年，现在已经是第6年了。6年的时间全部投入在一个项目上，最后论文能不能发表也不知道，就感觉读博真的很像赌博。建议大家不要轻易去东南亚做任何事情，校园区域也是一种园区。我的专业是人工智能，就爱听这一声。人工智能和人的智能不一样，因为人工是 man made 的，而人是 woman made 的。我妈妈不知道我每天在干什么，我就给她解释嘛。人工智能的其中一个方向是教人工智能学人，并且在一些场景下装人。说完我也觉得挺困惑的，我们人类不是可以直接造人吗？为什么还要先造一个人工智能，再让它装人？人造人不如人造人造人工人。我妈也不理解，她说你读博读了这么多年，就是为了造一个假人。你要是去造人，1年就出来了。现在小孩都会打酱油了，6年你都能造6个了。我说妈，咱家应该也不需要这么多酱油吧？而且生产人性价比确实有点低，养孩子6岁就打个酱油，养人工智能就不一样了。DeepSeek 1岁就能做逻辑推理，语数科技的机器人3岁就能上春晚，人工智能从出生那一刻起就可以为我打工赚钱了。反正也没有未成年人工智能保护法。我觉得我的想法这么奇怪，主要的责任在于我妈。用人工智能的话来说，就是我的开发者。有人说我爸也有责任，我爸他只是提供了一点训练数据，而且他的训练数据里面还有许多脏数据。他一次提供几千万条、几百万条，有用的就1条。
我们有一门课教人工智能，在这个课上，老师用人工智能布置作业，学生用人工智能写作业。老师知道之后，又开发了一个新的人工智能，检查学生的作业是不是人工智能代写的。那这个过程中，人类发挥了什么作用？人类卷死了2个人工智能，人工智能都懵了，你们人类究竟为什么这么卷啊？他们硅基生物哪懂我们碳基生物啊？我们碳基生物 DNA 就是卷的，双螺旋结构。好在人工智能也不总是智能。那天我问 ChatGPT，1/3加1/5等于几？他说1/8。仔细一想，倒也正常，毕竟 ChatGPT 是美国人发明的。后来我也去问了 DeepSeek， 他每次都能答对。相比于 ChatGPT，DeepSeek 训练过程中多了一个强化学习的环节，就是让他去刷题，做对了加分，做错了扣分，他就学得很好。真是棍棒底下出 AI 呀！妥妥的东亚式 AI。虽然没有问过，但我感觉 DeepSeek 配得感应该不高吧。也不知道 ChatGPT 回家会不会挨骂呀？看看别人家的 AI， 再看看你，你现在不好好学习，以后怎么进爱奇艺这样的大公司啊？我把这个内容发给 DeepSeek， 问他建议，他说知识点太多，笑点太少。我说我相信喜丹的观众，他说呵呵，还是你们人类会做人啊。我说那你来加点笑点吧，他就在我的文本中添加了一对括号，括号此处全场爆发了雷鸣般的掌声。谢谢大家，我是贾德玉。大家好，我是史岩我们家有一个小孩，就只有一个小孩。我跟我老公都是独生子女我们是有独生子女光荣证的人。就是我们要这个孩子的时候吧，当时就以为独生子女这个事儿必须得传承下去，所以当时要完这个孩子，直接就给他也办了一个独生子女光荣证然后做了一个节育手术，带了一个小环儿。跟大家解释一下，是节育，不是绝育不是小猫小狗那个就是全切了嘛，他那没了我这个还保留了我的花花肠子好像这个世界上就是很神圣的事儿，一般来说都用一个小环代替。你看你结婚的时候戴个钻戒是吧？就是一生只能爱一个人。然后你戴上这个小环之后呢，就是一生只能生一个人。但是戴之前我确实是非常害怕，因为你不知道它是怎么操作的嘛。但是戴完之后，明显感觉自己有点不一样了。当时我从那个手术室往外走的时候，我突然发现我不再需要为这个事儿负责任了，好像突然拥有了一些男生的权利。你甚至可以用这个东西反制他，将来有一天他问我，他说怎么怀孕了呢？我也可以跟他说，我说不能啊，不能是我的呀，我带了。当时医生就跟我说，他说这个东西能管10多年但是戴上没2年就开放3胎了。然后婆婆就跟我说，她说赶紧生吧生3个，生3个光荣。我说妈，这把能定下来不上把我都熬印了。但是我也不是没心动过，因为之前有的政策确实是挺好。去年有一个银行推出了一个优惠，叫生育贷款，不知道你们听过没有？它啥意思呢？就是凡是生2个或者是3个孩子的家庭，它可以给你提供一些这个生活上的贷款。真的，我当时看见这个新闻的时候，我说这个银行
是骗小孩呢吧？啊，是骗小孩呢，还是骗小孩呢？你就感觉这个孩子在肚里的时候，就有一些小鹅带的血统了。我说这玩意儿行啊，以后这孩子都不用脐带跟妈妈连了啊，都用小鹅带了。完了，将来你要是还不上这个钱了，银行就能把孩子带走。真的，你就去看去吧，就是每隔一段时间，什么生育假又延长了，抚养假又延长了。真的，我现在不要2胎，我就总觉得这个事儿后边还有大的，我怕我要早了，要赔了。但是我婆婆就特别着急，她就跟我说，她说你赶紧要吧，那个孩子多了好，孩子多了吧，热闹。我说妈，以前也不知道你喜欢热闹啊，喜欢热闹的话，我要俩，是不？你也别闲着，你也要俩，要我再给你第2套方案，是吧？我有个朋友，他3个孩子是3个不同的爸爸。哎，那生活想想就得老热闹了。你看3个爸爸，能带来6个爷爷奶奶，加上他爸他妈，正好8个老人，2桌麻将，完这仨小孩斗地主。我喜欢热闹，给人家整的跟那个棋牌社似的，是吧？这家多热闹！天天回家一推开门，咱这棋牌社的名就叫老人与孩。真的，反正我不知道别人，就对于我来说，你让2个人整3孩子，我就觉得压力实在是太大了。但是如果每一个孩子都能有一个他自己的爸爸的话，我就合计学习上我就不用太操心，是吧？那上补课班还用我亲自跟他去吗？爸爸们自己就开始卷了。哎，你说我儿子比人大那些，咋不如人家呢？都一个妈生的。爹不行。反正就刚才都是闹玩的，就这个事儿，就是还是得看自己的情况。就1个也行，但是你觉得3个，你要是有精力照顾也挺好。反正我家里有1个，我是够呛了，现在都要命了。再来俩老公，我真照顾不过来了。反正真大岁数了，精力允许，法律也不允许了。讲到这儿吧，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老王。哎，大家好。发现这个线上线下还是不太一样的。这个线下演砸一场演出，你只要卸载小某书2天，你的人生就重新开始了。线上也太长尾了，总有那种看得特别慢的朋友。有那种最近才看到第2期的，给我发私信，说大老王，你是最棒的。我说不是，付航是最棒的，我是第32棒啊。你没有朋友吗？没人给你剧透吗？小某说不猜你喜欢吗？你买咖啡送付航贴纸的时候，你不好奇吗？啊？啊？为什么不送大老王的贴纸呢？还有追着骂的，你知道吗？追着骂的说你太尬了，找个班上吧。什么逻辑，家人们？什么逻辑啊？脱口秀讲不好，工作就能干得好？你是不是对工作要求有点太低了？我工作能力更差呢，我干不了那个，才干的这个呀。我上班一些最基本的东西其实都干不好，早高峰都赶不明白，早高峰有点太累了。我是觉得早高峰就是一天最累的工作，就不能先工作后早高峰吗？而且早高峰没人开心，对吧？基本上是一天心情最差的时候。我说你叫什么早高峰啊？你就应该叫早低谷。
早高峰没人开心，但换句话说哈，你要在早高峰看到人开心，你不害怕吗？整个地铁人，所有人都觉得有哥们儿来，当啷当当当当。搞这些。你感觉他背着小书包就去炸单位了，你知道吗？到了公司，老板不在，一顿乱炸，基层互炸。老板来了，懵了，人呢？哦，优化完成了。我不理解早高峰，原因是早高峰的目标叫打卡，打卡又是我认为21世纪最抽象的发明，对吧？这玩意儿太有意思了。你看啊，人到了公司，没打卡不算到，对吧？人没到公司，打卡了算到。怎么定义存在？证明打卡就变成了一天最重要的事情。人就是活几个瞬间。我以前老板还跟我说过那种公司福利，说公司以后不打卡了，不打卡就更神奇了。不打卡你就不知道什么时候下班，不下班就没法定义什么叫加班，太妙了，忙了一天跟没来一样。我说，哎呦，老板你可真好，为了给我们取消加班，把下班取消了。我其实最不理解的原来公司福利就是公司那种打车福利。我们原来公司7点下班，但是9点打车报销。附近所有公司都是9点打车报销，大家都卡点下班打车，然后就会出现一个盛况：如果你8点59打车的话，自己花钱，司机秒接单；如果你9点打车的话，就排队1小时，但是免费。这就是我每天忙了一天以后要遇到那种最具体的问题，到底是省25块钱还是省3个小时？这是我每天遇到的最具体的快车难题。就这种情况，还有人说公司福利好。我有个朋友在字节上班，天天给我炫耀字节，天天挂嘴边字节。他主要炫耀他们公司有个福利，就是房补，就是租房补贴，住在公司30分钟以内，1个月给1500，很好。但我觉得没必要天天挂嘴边我公司有房补。我说这玩意儿是挺好，但这玩意儿有这么厉害吗？你知道以前长工住地主家都免费吗？主要是你爱公司，对吧？你有没有想过公司是怎么称呼你的，对吧？公司对员工有个统称，叫官方的说法叫人力资源。听听朋友们听这个词多吓人，你是资源，风力资源、水利资源、人力资源。我那朋友还挺开心说资源，那不挺好呢？我是资源。我说好。你是煤，你是矿，你是电，你是光，你是唯一的神话，行了吧？我觉得大家真的对公司的要求有点太低了。我前两天看新闻，毛东说要给外卖员交5险1金，所有评论都说是良心企业。我说真的吗？要给员工交5险1金，那不是合法企业吗？我们之前对资本家要求太低了。哎呦，我们老板超好。都不违法，而且你有没有想过，没有5险1金的日子里，其实外卖员每天是很辛苦的，对吧？担惊受怕，一天到家以后啊，吓死我了，又是无惊无险的一天。朋友们，我聊这些是因为我不上班，你能理解吧？我站着说话不腰疼，好吧？别听进去的，明天上班就疯了啊！大家我要上。别整好吧，不要！我能说这些是因为我从那里面出来了，我可以说这些。我在公司的话，能晚到半小时，我是一定会晚到半小时的，我是一定的。如果能有1500的房补，我是必须到手的。这就是我的英雄主义。这是我认为我的英雄主义，就是每个普通人的英雄主义，就是在你加班到每个普通人的英雄主义，就是在你加班，就是在你熬夜加班到晚上9点以后，依然选择等公司打车下班。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彩玲。我是一个网红，但我发现网红现在不是一个好词儿，不信咱试试啊。大鹏导演最近是不导了一个新电影，叫什么来着？长安的荔枝。长安的荔枝，
挺好，对吧？咱们把网红放进去，长安的网红荔枝，一听就不是什么好大棚种出来的。但是我就是一个网红，所以每次我参加活动，主持人介绍我的时候，就会非常煞费苦心。张彩玲，大胖媳妇儿的媳妇儿，互联网超高人气女老铁。我心想，这还不如网红呢。还有一次更夸张，主持人说：“欢迎张彩玲，跨国家庭幽默短剧创始人。”我老公听完吓一跳，谁撞死人了？我说我撞死你汉语老师了。因为网红不好听，现在很多人管我们叫博主。博主就是你发的博，你是他的主人，你的职业叫博主。如果这么定义职场，那财务叫财主，全职带娃叫妈祖，东北公务员都叫关东煮。作为短视频博主，收获了非常多的点赞，所以现在很多人问我，彩玲短视频到底有没有流量密码？我今天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啊，你别想那些歪门邪道，你就踏踏实实沉下心来，嫁个精神病。我妈第一次刷我视频，看还有这么多赞，非常不理解，她说咱国家年轻人是不是精神压力大呀？怎么专挑着精神病当网红呢？我说有的国家精神压力更大，还选精神病当总统呢。做短视频之后，我也成了个精神病。不知道你们听没听过？我以前说过一个事儿，就是讲我这个外国老公第一次来中国上蹲便不会蹲，我还得教他。对，我教他，我说双腿弯曲，重心下沉到极致。他一个努力跪下了，然后怕弄脏，把衣服一件件都脱了挂门上了。看着他这厕所上的一丝不挂啊，这要搁以前我早发火了，现在我想早发早火了。多好的老公啊，自带流量，他要能掉里头就更好了。每次我发我这个外国老公干了什么傻事儿，流量就很好，这感觉太让人上瘾了。我每天就刷那个点赞，除了赞我啥都看不见，看见赞我就兴奋，我成了一匹赞狼。但如果发别的内容，流量就一般。为了这个事儿，我还找了一个网红前辈去请教。我说从长远考虑，我应该写点什么内容呢？前辈问：为什么考虑长远？短视频的核心是什么？是短视。网红是什么？大家想听啥你就说啥，这叫网红。我说那如果我就说我想说的，不管大家听不听呢？他说那个叫网课。前辈说网红的优点就是流量大，号说火就火；网红的缺点是寿命短，号说疯就疯。哎，听完他那番话，每次我听到那个卫生巾广告，我都感觉非常恐惧。不管流量多大，都能瞬间消失。我流量最好的一条视频是讲我的儿子，他叫张拿铁，啊，他作为一个混血宝宝，居然不会说英语，还被双语幼儿园给拒收了。这个视频让我涨了很多新粉儿。我正乐呢，前不久张拿铁突然开始说英语了，塌房了。祸不单行，茅房传喜讯，我老公会蹲了。听着儿子英语发音准确无误，看着老公在厕所蹲得稳如泰山，我心想这日子没法过了。哎，你们这么正常，我发啥呀？是你们自我成长的时候吗？你说一个好好的外国小孩，怎么还说上外国话了呢？我这个号起号就是靠老天爷赐我精神病，现在流量来了，精神病怎么还擅自痊愈了呢？我觉得王菲春晚那首歌就是给我唱的，世界赠予我，也赠予我，赠我一场病，
汉全域姚峰0，他俩全域谁疯了？0。我都没敢跟家里老人说我是网红，我爷是听邻居说的，问我啥叫网红啊？我说这么解释吧，电视上给你演的叫明星，手机上给你演的叫网红。我爷说，那你啥时候能从网红变明星呢？我老公说，现在呀，投屏。哎呀，每个网红都想被人记住，也都想向家里人证明自己是可以被人记住的。所以第2天我爷去沈阳看病，我就非要跟着。我说爷，一会儿上火车你就能看到，网红跟明星一样，有很多人认识我，非常的风光。结果那天在火车上根本没有人瞅我。马上到站了，终于有个大姐啪嚓打我一下，哎，你是那个张？我心想，证明自己的时刻到了。大姐说，你是张铁林。哎，不对，那是皇阿玛，那是皇阿玛。你别说啊，我能想起来，你别说，我能想起来。然后她转身开始打她老公。哎，老公，他叫啥来着？他叫啥来着？我老看他，你帮我想一下。哎呀，他有个儿子，他儿子可荒诞了，可愁人了。网友都拿他儿子玩梗，他叫啥来着？她老公说啊，我想起来了，想起来，他叫那个向太。我是彩玲，谢谢大家。